我曾经幻想着能拥有和雷神一样的身材，然而万万没想到，我这个梦想居然真的实现了。把玩的是快乐，分享的是心情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涛哥测评。那么本次呢，和你们介绍的是来自于 Hot Toys 公司出品的《复仇者联盟4：雷神》。雷神这个角色啊，在复联4中的表现绝对是可以给人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。你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一个肌肉型男啊，居然会变成一个肥宅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一点呢，在当时看电影的时候，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啊！万万没想到有一天雷神的身材居然会变得跟我一样。那么实际上这款玩具呢，在当初刚公布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关注，对吧？毕竟呢，在电影中它表现不错，而且呢，我很想知道，就是 Hot Toys 这次会怎么塑造这个比较胖的雷神的素体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正式拿到这款产品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赶紧打开来看看这款产品各方面的表现到底如何吧。在主体方面，我们首先要跟复联3的雷神进行一个比较，左边打1，右边打2，你更喜欢哪个版本呢？就把对应的编号在评论或弹幕里面打出来吧。那我这个复联3雷神身上的替换件找不到了，所以说我就只能在装着特效的模式下给大家展示了，你们将就看一下哈。那实际上对比一下，就能不难发现啊，二者的战衣呢其实上是同一套。但是呢，因为复联4的雷神啊，他身材变胖了，所以说其实战衣很多地方呢，这次都是完全新规制作的。把两个产品拿在手里仔细端详之后呢，我发现可能也就只有在披风、还有小腿啊以及鞋的这个地方是沿用的。那么所以说这款复联4雷神外观主体部分的这个新规程度呢，还是非常之高的。那么下面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把目光集中到复联4雷神的主体之上吧。其实如果你从整个外观上去看的话，并不会感觉到这个雷神有多么的胖，只是会感觉稍微有点壮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的这个腹部的隆起啊，啤酒肚的刻画，我觉得还是凸显出了他作为一个肥宅的身材。真的，作为一个胖子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，这个地方刻画的很真实。我自己要是穿上了雷神的战衣，估计也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在身体部分的这个战衣呢，可以看到它是有旧化涂装的，并且呢，在战衣表面也有多种不同的这种纹理细节的处理。那这个地方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。包括在手臂以及腿部呢，这个地方本品呢，因为它是胖雷神嘛，所以说是做了一些加粗加肥的处理。那个人感觉呢，整体看上去也还算是比较协调的吧。但因为前面提到过，小腿部分的零件呢是沿用了复联3的版本，所以说我感觉这样看上去呢就有点头重脚轻的，显得腿呢有点过于纤细了，是吧？那披风部分呢跟复联3版本是一样的，所以说在边缘处呢也是会有同样的这种花纹的处理。同时呢，披风的裁剪啊，包括整体的垂感也做得挺不错的，并且呢，在披风内部的这个灰色的面料上面的图案纹理刻画呢，我觉得也还算精致吧。但是呢，跟复联3一样，就是这个披风它的边缘处并没有加入铁丝或什么东西，所以说你想让它摆出一些飘扬的这种动作的时候呢，这个披风是根本做不出来的。同时呢，如果我们把披风掀上去的话呢，就可以看到雷神背部战衣平时被掩盖起来的部分了。并且呢，这款雷神它上半身这里呢也是有 LED 发光机构的，这个我们后面在介绍特效件的环节的时候再跟大家慢慢细聊。那要说这款产品最大的争议点呢，我觉得应该就是头雕了。毕竟电影中雷神的发型还有胡子造型是很复杂的，在1:6的尺寸上想用直发的技术完美还原非常困难，所以玩具采用了胶发的材质啊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毕竟胶发的表现力有限，所以说拿上手之后呢，还是会感觉这个部分的细节，特别是络腮胡子这里啊，会有点肉。但是呢，你仔细看的话，就会发现它的面雕部分做的还是挺像的，并且脸上的伤痕呢都有所刻画。同时，两个眼睛如果打上紫光灯的话，跟复联3版本一样，也是会有荧光效果的，来模拟出雷神双眼放电时候的状态哈。那我觉得这款产品可能让我最不满意的点呢，就是它的胡子部分了。因为在电影中呢，它胡子上的这麻花辫的这个造型啊，其实是没有玩具上做这么明显的。这个实际的产品呢，做上去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下巴处真的粘了一个大麻花一样，所以说这个地方确实不太能让人满意。那么整体来看呢，它的头发部分都是采用了软胶材质制作的，平时不会影响到可动性。但如果你翻开来的话呢，就会发现里面光秃秃的，也没啥细节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头雕呢，我觉得满分10分，个人主观的综合评分大概是6.5到7分左右。那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是怎么觉得呢？可动性方面，因为头发包括下面的胡子呢都是软胶材质，所以说对于可动的干涉呢并不是很大，像两边
转啊，包括抬头啊，还有低头，这个都是能做到的。不过这个地方有点脆弱，玩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。肩膀内部是个球形关节，所以说微微的前后包括上下的这个幅度呢是有的。手臂的话呢，360度转动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同时肩膀平举的话呢，幅度达不到90度，但这个里面呢它是一个齿轮关节。手肘部分的弯曲幅度呢比较悲催，它是不到90度的，而且呢二头肌这个地方是不能平转的嘛，它的一个平转关节呢是集成在了肘关节这个地方。腰身方面的话呢，左右转动大概最大的幅度呢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向前向后呢，向左向右这样子摆动的幅度基本上是没有的。然后腿部的话呢，向前包括向后的这个活动幅度啊，我其实已经掰到极限了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。同时因为皮裤的这个材质延展性不是很好，所以说侧踢的可动呢也比较一般。不过大腿部分呢，左右平转这个倒是没有什么问题。膝盖呢是一个双重关节活动性最大的弯曲幅度也就是90度左右了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在活动的时候呢，里面其实是有一点点这种齿轮的阻尼感的。脚掌方面呢，向前向后包括左右的接地性，因为是分体式的结构嘛，所以说这个部分的可动性还不错。而且之前复联3雷神脚踝比较软，所以说站立的时候并不太稳，但这次复联4脚踝部分的关节紧实程度呢就比复联3要好一点。那总的来说，这款复联4雷神的整体可动表现只能说超级无敌的悲催，应该是近期我玩过可动性最惨的 HT 人偶了吧。所以这玩意儿呢，平时就摆个战士得了，砸地你想都不要想。那么在配件方面呢，可以看到这次的内容复述还是比较丰富的。造型手呢，一共是给了5对，共计10个。那除了普通的握拳和2种造型的开场手型之外呢，握持武器的手型这次也给了2个。那可能是因为造型手特别多的关系啊，所以说手型的备用连接器呢，这次也是直接附属了2对啊。在武器方面呢，是附属了一个风暴战斧和雷神之锤。那么雷神之锤呢，是沿用了之前复联2那个雷神的发光锤，二者的模具造型呢是完全一样的。因为考虑到内部的发光结构嘛，所以说锤子本身呢是塑料材质，并不是金属的。但是表面的金属色涂装呢，包括上面的旧化效果做的还是非常逼真的。从下面来看呢，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电池舱盖的外露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转动一下这个锤柄，锤子呢就可以发光了。可以注意到这个发光的效果其实是要比之前的复联2版本强上很多的，而且呢颜色也会更淡一点啊，我还挺喜欢这次的这个发光锤子的。另外在本品中还附属了锤子上面专属的电流特效，模具呢是沿用了之前复联2的版本，只不过涂装有点区别，直接给它套到这个锤子上就可以使用了。然后给本体换上对应的造型手，就可以握持上这个锤子了。话说之前 A4 版的美队里面的塑料锤是不能发光的啊，当时就想，为什么不给发光呢？哦，现在就明白了，因为发光锤呢放到了雷神这里啊，这个销售策略可以的。在风暴战斧方面呢，可以看到整体的尺寸是比复联3的版本要大上1圈的，因为之前复联3的风暴战斧其实是做小的，所以复联4的这个尺寸呢就刚刚好，比较符合原作的比例。同时呢，在斧柄处的细节，复联4光秃秃的这个样子也会更加贴合原作形象。斧头部分呢，这次复联4的风暴战斧依然采用的是塑料材质，但是表面的金属色涂装以及旧化效果呢，跟刚才的雷神之锤一样，都是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的。而且这里采用塑料材质呢，主要是因为斧子本身也搭载了发光机构，电池仓呢是隐藏在后半段这里的，做得非常隐蔽，而且开关的设计呢也很巧妙，是在顶部按动一下之后呢，这个斧头就会亮起了。可以说这个发光效果绝对是非常的惊艳啊！我觉得这款胖雷神最惊艳的配件呢，可能就是这把会发光的风暴战斧了。另外 HT 呢这次也为风暴战斧量身定做了一些专属的电流特效件，下面呢我们就赶紧把它们全部装上去吧。然后再换上对应的造型手呢，就可以把风暴战斧握持在雷神的手中了。画面中的这些电流特效呢，是要安装在主体之上的。其实在零件方面跟之前的复联3版本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涂装有点不同，复联4的涂装呢会更亮一些。那么替换的方式呢也和复联3一样，把圆形的这些细节给它抠下来之后呢，安插上对应的电流特效就可以了。同时在两手的手腕部分呢，也要给它套上对应的这个电流特效件。那么全部安装完之后呢，我们拨动一下背后的开关，可以看到正面的6个发光位点就会被点亮了。只不过不知道是个例中奖还是什么情况啊，我这里电池明明是新的，但是整体的发光效果是非常微弱的。对比一下之前复联3的版本，也可以发现复联4的这个发光效果是要暗淡一些的哈。
不过有一说一的是，在全身搭载了这么多电流特效之后呢，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霸气的。而且与复联3一致，这些电流特效呢，用紫光灯去照射的话，也是会有荧光效果的。只不过紫光灯并没有附属，还需要你另购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在产品里面给我们附带一个紫光灯地台的话，那么整体的展示性呢，肯定会更上一层楼，你说是吧？那最后这个标配的地台啊，没什么特别好说的。地台表面的图案呢，大概就是这样，也没有金属名牌啊，可动射频软管也就是这样，这个没什么特别好说的，我们就不多废话了。那么看到这儿，你会发现这款 HT 的复联4雷神最大的槽点莫过于头雕的细节不佳，以及可动性比较悲催。但除此之外呢，其他部分的表现还算是可以令人满意的。我个人主观的认为呢，它在 HT 复联4三巨头里面综合素质应该是能排第一的。顺便说一下，美队排第二，垫底的当然是马克85，毫无悬念，对吧？对于这款胖雷神呢，我觉得喜欢的还是可以买的，只不过本身可动性就不太好，加上各种特效件之后呢，也不太适合把玩。我估计很多人买回来可能就摆一个战士的 pose 就入柜了，可能也不会去给它凹什么造型啊。其实对于一款可动任务来说，这个把玩体验是有点尴尬的。你说做成这样，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去买个雕像呢？对吧？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记得关注或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不错的话，也请多多给我们点赞、3连支持一波，你的支持是我们创作最大的动力。那么就是这样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Bye.